刚穿越成80岁癌症老登，系统就让我重拳出击整顿社会，正愁没处使力，地铁上就撞见吊带美女诬陷小伙偷拍。你刚才在干什么？你是不是在偷拍我？啊，什么偷拍？我没有偷拍你。还敢狡辩是吧？把你手机给我检查一下，打开相册。小伙整张脸憋得通红，满是局促。手机相册属于是我的个人隐私，凭什么给你看？哼，不敢是吧？我看你分明就是做贼心虚。周围人见状也都开始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我不是，我没有，别拍了。看你那猥琐的表情，恶心的嘴脸，下头男，死变态！我要把你拍下来，我曝光你！家人们谁懂啊？地铁1号线有变态偷拍猥琐下头男出没，姐妹们避雷！嘿，哦，大逼斗之刑，立即执行！清脆的逼斗声瞬间让整个车厢都安静下来。他怎么敢？我可是女孩子，他竟然敢打我！任君婉简直要气死了，小嘴一张就要输出一顿鸟语花香，结果，这老爷子卧槽！啊！你个老不死的，你竟敢打我！我长这么大，我生物爹都没打过我，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凭什么打我？哎，打你怎么了？你无凭无据张口就来诬陷别人，该打。他要是没有偷拍，为什么不敢给我看手机？分明就是做贼心虚！你是鸡？什么？你是烧鸡，全国可飞。啊！你才是烧鸡啊！你全家都是烧！那你就把手机打开给我检查一下。如果你不敢给我检查手机，那你就是烧鸡，全国可飞。你，这不是你说的吗？小伙不给你检查手机就是偷拍你了。那按照你的逻辑，你不给我检查手机，那你就是烧鸡。哈哈，回旋镖这一块是谁变成了小丑我不说，大爷出马一个顶俩，牛逼 plus。这时任君婉突然福至心灵，想到了小红书上无数前辈总结的制胜宝典。事实有历史，强调事实；规则有历史，就强调规则。当事实和规则都不利的时候，那就掀桌子把事情搅浑。这里有一个臭不要脸的人，他刚才摸我脸，他用那种恶心的眼神看我，太恶心了。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大家快看这个老变态！跟我玩这套，我管你妈的！这蕴含80年功力的大逼斗，声音清脆悦耳，听得人心里暖暖的。哎，少他妈给我来这套！老子今年80啊，还怕你这个？此时任君婉的眼神变得清澈无比。你完蛋了！我跟你说，我报警，我现在就报警，我让你牢底坐穿！喂，警察叔叔，我被人打了！见任君婉报警了，被诬陷的小伙脸色微变，凑近了李牧。老大爷，待会儿到站了，你赶紧走，这事儿是因我而起，等警察来了，我会跟警察说清楚，不能连累了你。没关系，孩子，我都这把年纪了，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这点小场面还难不倒我。报警，笑死！有什么话等我的癌症诊断书说去吧。警察叔叔，你们一定要给我做主啊！就这个人，简直就是条老疯狗，莫名其妙的突然就打我，你们看他把我脸都打肿了。你是说你做的好好的，他突然就动手打你？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我会诬陷他吗？我发现有人偷拍我，当然要出声制止了，我是在正当维权啊！结果这个老疯狗就跑过来打我，我的脸都被他打毁容了。我们检查了你口中偷拍小伙子的手机，也询问过旁边乘客，种种迹象表明小伙子并没有偷拍。那咋了？难道我的权益没有受到侵犯，我就不能维权了吗？我这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懂不懂啊？他只是还没得手而已，并不代表他就是清白的。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逼话？你没被侵权，你为哪门子的权？抛开别的不谈，就说他凭什么打我？我抓变态偷拍男，跟他有什么关系？他这么着急，说明他也是一样的变态。你们赶紧把这个打人的老变态抓起来啊！小姑娘，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警察随后看向李牧，想听听他的说法。李牧面不改色心不跳，直接掏出身份证。我今年80了。哼，80又咋了？倚老卖老，为老不尊，说的就是你这种老东西。警察却脸色微微一变，年龄满70周岁就能豁免行政拘留处罚，满75周岁就连刑法都拿他没什么办法。而这老爷子80高龄，更是彻底无法被选中。我有高血压，我还有冠心病，我还有糖尿病，我还有直肠癌晚期。警察看着那一张张诊断书，脸色就凝重一分，尤其是最后一份上的直肠癌晚期那5个大字，更是让他瞳孔一阵收缩。这些都是真的。
这是咱们江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今天下午新鲜出炉的诊断书，而且医生说活不过3个月。80高龄，癌症晚期，寿命不足3个月，简直就是全方位立体防御，没有丝毫的破绽啊！就算今天把他关进拘留所，保不齐晚上他嘎巴一下就死那儿，到时候咱可就摊上大事儿了。你老安心坐着。任女士，我这边建议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毕竟也没受到严重伤害，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吧，不要再纠缠了。我不同意。那个老家伙打了我4个耳光，凭什么这么算了？我这么处理，其实也是为你好。啊，为我好？行，但他打我4耳光，这是事实，我还他4耳光，不过分吧？我看你真是武则天死老公，彻底失去理智了。你气死我了！哎呦，不行了不行了，我心口疼得厉害。李牧并不是装的，此前只不过是李牧关闭了冠心病的病症而已。此刻开关一开，立刻就表现出发作的症状。切，老不死的，装，尽情的装！你闭嘴，这表现可不是装的，这是真发病了。有，我口袋里有药。药，好，我给你找药。老爷子，你可一定坚持住啊！唐建军摸出一瓶速效救心丸，立刻给李牧喂进了嘴里，压在舌下。李牧猛地深呼吸一下，同时心念一动，关掉了冠心病的病症，脸上逐渐恢复血色。老祖宗哎，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任君婉看着仿佛在鬼门关绕了一圈又回来的李牧，终于后知后觉的慌了，本能后退了几步，生怕被讹上。老爷子您还好吧？我刚才仿佛看见我太奶在冲我招手。别啊，老爷子，您可一定稳着点，没事的。啊，头子我活了80岁了，给他当爷爷都富裕，可他竟然那么骂我，还想打我，我受不了啊！看你把老爷子气的，赶紧给老爷子道歉。这要是气出什么3长2短，你能负得起责任吗？什么？挨打的是我，你还让我给他道歉？哼，不可能！今天你就算打死我，我也不能给他道歉。紧接着李牧就白眼一翻，一口气差点没上来。任君婉吓得心头一跳，也不敢牛逼了。对不起，我错了。任君婉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李牧却并没有打算就此放过他。那你说错哪了？我问你错哪了？我不该随便说别人偷拍，也不该对你态度不好。这态度勉强还行。老头子，我也不是小肚鸡肠的人，就勉为其难原谅了你。说谢谢。谢谢。李牧背着手溜达的走出了值班室，脸上带着胜利的笑容。反观任君婉，脸色难看到了极致，张了张嘴就要放狠话，结果李牧动作更快，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我就知道你不服，这是对你进行加强教育，以后记得说人话，做人事。你！但凡我从你嘴里听到半个不好听的，我当场躺下，讹不死你。任君婉瞬间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捂着脸落荒而逃，甚至不敢多看李牧一眼，生怕被讹上。不得不说，这种buff野满、全方位立体防御、完全无法被选中的人生，真是太他妈的爽了！恭喜宿主完成一次正义之举，综合评价优秀，奖励寿命1个月。只拿了个优秀吧，估计是因为给那小仙女的教训还是太轻了。看来以后得再狠点才行。系统开启抽奖。恭喜宿主获得属性点乘以5。我操，好东西啊！老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5个属性点全给我加在体质上。李牧顿时感觉4肢百骸5脏6腑都暖洋洋的，这具苍老的身体仿佛重新注入了活力。好东西，真是好东西啊！这还只是普通抽奖，若是至臻抽奖，又能开出什么好东西？看来得多多搞事情，呸，多多路见不平，伸张正义才是啊！转眼间，李牧来到了超市买菜，便听到一阵嘈杂的声音传来。哟呵，这是又来货了。只见一个身材肥胖、约莫60岁上下的老 baby 正在货架前挑挑拣拣，动作特别粗暴。新鲜的生菜被他霍得一团糟。我说阿姨，这生菜是今天才到的，都新鲜的，您这是干啥呢？咋了？我来买菜的，还不能挑一挑了？买到烂的你给我赔钱啊！不是不让您挑，可您稍微小心点儿。您看这菜叶子都给弄坏了，还有您刚才在鸡蛋那边
已经磕破5、6个了。哼，你什么意思？那鸡蛋本来就是破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凭什么说是我磕破的？讹人是吧？是不是讹人？我们超市都有监控的。什么监控不监控的？我年纪大了，眼睛聋耳朵瞎，我不懂，不懂。起开吧你，别挡道。魏采花一把将叶诗琪扒拉开，随后绕到了另一个货架前，故意拿起一个果冻橙，大拇指一用力，长长的指甲直接就扎破了橙子皮，又把橙子扔了回去。不是，你这又是干嘛？这特么哪来的老逼态？到底是来购物的，还是来搞破坏的？好好的果冻橙，你抠开又扔回去，这谁还要啊？你是属狗的吧？老跟着我干什么？那橙子你要你就买，不要也别破坏啊，这让我们还怎么卖？你们怎么卖跟我有什么关系？真搞笑！一个外地来的乡巴佬，还跟老娘神气上了，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什么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说完，魏采花一甩头就要转移战场，结果便见一个白发老头站在自己身后，距离很近。老东西，走路不长眼睛啊！你先别走，我找你有点事。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跟你有屁的事儿。没关系，你认识这个就行。魏采花下意识凑进去看，结果直到脸上传来火辣辣的感觉，魏采花才反应过来，我这是被打了。她这辈子横行霸道惯，还从没吃过这种亏。你他妈竟敢打我！魏采花显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甩手就往李牧脸上扇去。老子6的体质是跟你闹着玩的。我打的就是你这种为老不尊、倚老卖老的东西，老年人的风评都让你这种垃圾给败坏了。你买东西就买东西，那好好的蔬菜水果，你非得弄坏。你爹妈没教过你浪费可耻吗？人家小姑娘跟你好说好话，招你惹你了，你在这里满嘴喷粪，真是屎壳郎戴面具，你他妈臭不要脸！魏采花彻底疯狂，但她也深知不是对手。既然打不过，那就不打，直接躺下，讹死他！王八蛋，敢打老娘！这次不让你脱层皮，老娘就是你养的！魏采花后退2步，双膝一弯就要躺地上，结果李牧比他动作更快，抢先一步躺了下去。欺负老人了，这里有人欺负老人了！我的胳膊肘啊，我的胳棱盖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啊，我还心口疼的厉害，我头晕的不行了啊！哎呀，正所谓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李牧此刻俨然影帝附身。你别跑，大家都看着，别让他跑了。我的词儿啊，他说的都是我的词儿啊！此刻的魏采花无助的像一个被无良老人碰瓷的年轻人。我的年龄在你之上，80对60，优势在我。你拿什么跟我斗？攻守异形了，小逼崽子！你碰瓷是吧？是不是碰瓷？大家都看到了，我可没动他，是他自己躺下的，跟我没关系。我好像看到是你把大爷推倒了，没错，就是你。哎，小姑娘不错嘛，很有悟性。叶诗琪则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腰间一侧回了个 OK 的手势，一切尽在不言中。而魏采花可就整个人都不好了，明明自己才是被打的那个，怎么就变成自己把人推倒了？这是什么世道啊？李牧颤巍巍的抬起手，指向魏采花：“你不准走，赔钱！不赔钱，你哪儿也别想去！”魏采花都快哭了，这些年也算纵横南北街，百合东西向，没想到今天竟然栽在了一个老不死的手里。你有病啊！是啊，癌症晚期呢。老不死的，你搁这吓唬谁呢？魏采花俯身查看，当他看到直肠癌晚期5个大字时，脸色顿变，整个人宛如触电般，连后退好几步。不是，你有病你就去看病啊！你出来瞎跑什么？你这不是害人吗你？医生说我活不过3个月，有什么好怕的？能在人生最后时光制裁你这种为老不尊、蛮横无理的老逼态，我这把老骨头也算发挥余恶，为民除害了。众人看着李牧，眼神复杂。他不是故意讹人，他是在伸张正义。这个身患绝症的老人，以年迈之躯，硬刚蛮横大妈，再用生命整顿社会。好，大爷说得好，大爷我们支持你。声援声此起彼伏，形成凶猛的洪流，狠狠冲击着魏采花。看着躺在地上，仿佛随时要撒手西去的老大爷，魏采花内心生出了浓浓的无力感。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还是喜欢你刚才那桀骜不驯的样子，麻烦你恢复一下。不是，我也没招你，没惹你，你为什么就非要跟我过不去呢？超市也没招你，没惹你，
人家小姑娘也没招你没惹你，那你又搁这儿发什么疯呢？给小姑娘道个歉，征得小姑娘的原谅，这事儿就算完了。道歉？老娘不要面子的吗？李牧眼一横，魏彩花立马没脾气，气得那张碧莲都歪了，可偏偏又毫无办法。面子哪有钱袋子重要啊？万一真被这老不死的讹上，怕是要大出血了。对不起，行了吧？bien，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道歉了，那我就大方的原谅你。你……魏彩花留下一声冷哼，气呼呼的转身离开。恭喜宿主完成一次正义之举，综合评价普通，寿命加10天。哎，不到5分钟时间，寿命加10天，这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来日方长，这年头不要脸没素质的人多了去了，有的是机会。回到家后，李牧吃饱喝足，早早上床睡下了。然而他的传说却在网络甚嚣尘上。第二天一早，李牧刚出门溜达，就碰上好事了。只见前方一个60来岁的老登坐在马路牙子上，冲着面前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嚷嚷：“哼，你不能走，你撞了我，你得赔钱你。”不是大爷，咱家店里好不好？刚才我骑车经过，看你被绊了一下，自己摔倒了，我是做好事才过来扶你的，你这怎么还讹上我了？就是你撞的我，就是你，我可没老糊涂，明明就是你撞的我。咱说话要讲良心吧，我是怕你没人管，怕你被车撞，我好心把你扶到边上，你居然搂我！老登眼珠子一转，一把抓着小伙的裤头。哎呀，我的老腰啊，我的腿啊，你撞了我，你得赔我医药费。孙德厚当然知道他是自己摔倒，可上医院看病治疗那可是要花钱的，必须得让这小逼崽子负责到底，谁让他多管闲事，这都是他自找的。此刻，小伙赵明磊也意识到自己摊上事儿了，顿时心跳加速。大爷，咱说话可要讲良心，你摔倒的时候，我离你至少有5、6米，怎么可能是我撞的你？你别狡辩，就是你撞的我，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难道我还会诬陷你啊？你松开我，我还要上班呢。小伙用力拽了下裤子，孙德厚竟顺势往地上一倒。哎呀，救命啊！这个年轻人撞到我还想打人，大家都来评评理啊，欺负老人家了。孙德厚大叫着，吸引了不少路人的注意。见此情形，赵明磊更是心急如焚。这叫什么事儿啊？明明本来想见义勇为，结果却惹上麻烦了。大爷，你到底想干什么呀？赔钱啊！看你年纪轻轻，估计也没多少钱，就赔个2万吧。多少？2万？赵明磊惊了。作为一个参加工作2年半的底层牛马，现在一下子就让他出2万，对于赵明磊来说，这是在要他的命。要你2万已经算便宜你了，要是我去医院来个全面检查，再用最贵的进口药，他是没有3、5万下不来。如果是我撞的，别说2万，20万我都认。可问题不是我撞的你啊，我好心好意把你扶起来，你怎么还反咬一口啊？就是人小伙子是做好事，你怎么还讹人呢？你知道个屁你就乱说话，就是他撞的我，他当然要赔钱，怎么救了人了？什么人呢？真的是赔钱！趁苍天变中见。下一刻，赵明磊头顶的光环显现出绿色，真相已明。那么开始审判。一声脆响，直接让现场所有人呆若木鸡。卧槽，这年头居然还能在街头看武打戏，而孙德厚已经被打懵逼了。发生什么事了？我是谁？我在呢。孙德厚半边脸火辣辣的，嘴里还有股淡淡的腥味。我操了！他妈的谁啊？敢打老子，就让你尝尝拳头大的沙包！孙德厚猛地站起，表情凶狠，右手握拳就要还手，结果李牧直接把癌症诊断书拍在了孙德厚的胸口。直肠癌晚期，医生说活不过3个月了。啥玩意儿？癌症晚期，活不过3个月？我操！作为碰瓷讹人界的老司机，孙德厚对某些事情那是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别说还手打李牧了，他甚至都不该挨李牧太近。此刻角色互换，孙德厚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残忍，但李牧并不准备这么轻易放过他。密奥义，分类大比斗。恰逢此时，理发店门口刚好有个音响。碰瓷是吧？讹人是吧？为老不尊，道德败坏，欠教育的玩意儿。足足扇了得有上百个大逼斗，李牧这才停手，手一松，孙德厚双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脸又红又肿，跟猪头似的，嘴角和鼻子都出血了。赵明磊和围观的吃瓜群众早都傻眼了。大爷尿性，这大逼都打的真是大快人心。而就在此时，爸，是谁撞了你？我来了吧？一个30、40岁模样、尖嘴猴腮的男人赶过来。
此人正是孙德厚的儿子孙子。是你撞的我爸是吧？小逼崽子，赔钱，必须赔钱！我跟你说，不是我撞的你爸，他是自己摔的，我好心扶了下。你他妈放屁！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扶？还不承认？我告诉你，这事你别想抵赖，必须赔钱，必须负责到底。报警！我没撞人，我不怕。报警！报就报，警察肯定替我们主持公道。就在这时，孙子感觉有人在扒拉自己的腿，低头一看，爸！孙子刚才光顾着找人赔钱了，没注意到他爹已经被人打成了猪头。不是，你这咋了？这是谁打的？这是谁干的？孙德厚抬起手，颤巍巍指了指李牧：“他打！我操吧！”孙子怒发冲冠，瞪着双眼，一拳砸向李牧。直肠癌晚期5个大字瞬间让孙子瞳孔剧烈收缩。打不得！我身上的病啊，你听都没听过？你碰我，我就死！一身流氓气息混不吝的孙子，现在是真怕了。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孙子顶多算横的，而李牧的段位已经超脱了不要命，达到传说中快要死之境。敢动不敢动？不敢动，不敢动。行，你不动我动。孙子顿时被大力抽打的陀螺一样，一阵天旋地转，孙子就投入了父亲的怀抱。不是，等会儿，老子这是被打了。我操！孙子歪着脖子瞪着李牧，老不死的你很勇啊！虚人他妈的敢打我，我还老不老了？喂，老子可不是吃素的，不吃素了。医药费啊你！医药费了。文明人啊，文明人啊！硬吃李牧几个大逼兜，只觉脑瓜子嗡嗡的，眼前似乎有星星在绕着转，也不牛逼了，转身就跑。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我靠，这老不死的，看着一副要死的样子，跑起来居然这么快！咔！但李牧可不跟你玩这个，左脚重重在地上一跺，整个人凌空跃起，直接一个大力暴扣，孙子整个人都飞了出去，再一次回到了父亲的怀抱。我操！这一套大背兜颇有过人之姿啊，艺术成分很高。有多高啊？3、4楼那么高了。报警！帮我报警！孙子吆喝着，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无人在意。呸！被打死活该，还报警，笑死！孙子见没人愿意搭理他，只好肿着个逼脸，掏出手机，口齿含糊不清的报警。喂，我被阴打了，在这个金盛华府对面，你们快点来吧，我快被打死了。打完电话了呗？我操！电话你也打完了，轮到我打你了。孙德厚猫着腰躲在旁边瑟瑟发抖。打了我儿子，可就不准打我了哟。顺手的事，一家人就该整整齐齐，倚老卖老是吧？碰瓷讹人是吧？欺负人是吧？滚刀肉是吧？李牧雨露均沾，父子俩你一下我一下，俩人都被打成了猪头。孙子再也忍不住了，也不管什么疤是什么癌症晚期了，就要跟李牧拼命。结果悲催的发现，他竟然打不过李牧。李牧一把揪住孙德厚的衣领，这几个大逼斗有没有让你脑子清醒一点？记起来你是怎么摔的没有？孙德厚目光闪烁，显然还是不愿意承认。我是我自己摔的，不是那后生撞的，是我自己摔的。社会风气就是被你这种败类毁掉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是被你这种人渣摧毁的。小伙子好心扶你，你他妈还讹人，该打！吃瓜群众看到这场景，全都议论纷纷，大声叫：打得好，老爷子老当益壮，为民除害。也就是我岁数不够大，魔抗太低，不然我特么高低也得上去打2下子。老爷子霸气，替我把我那一份也打了。而就在此时，听到警笛的声音，孙德厚和孙子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当然也可能是被打哭了。来，都让一让了。我们接到报警，有人碰瓷讹人，这是……话还没说完，就看到一个老大爷正在左右开弓，大开大合。警察脸色一变，连忙上前制止：“住手！大爷住手！不要再打了！可怜我这手了！警察，救命啊！你们再不来，我们就要被打死了！你看看，你瞧瞧，我这……哎呀！警察同志，就是他打的，你们可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
这对父子一左一右，分别抱住警察的2条腿，2把鼻涕2把眼泪的都蹭在了警察裤子上。你们别害怕，我来了，你们就安全了。是你啊，大爷！嘿嘿，咱们又见面了。这老爷子无敌 buff 都叠满了，根本没法选中啊！大爷，你这一把年纪了，气性还这么大啊！老头子，我黄土埋半截，没几天可活了，就想着在人生最后阶段发光发热，宣传正能量，整顿社会不良风气。您这打人算哪门子正能量啊？警察同志，是我报的警。事情是这样的，这个老登摔倒了，我好心扶起，结果就被他讹上。这位老爷爷是路见不平，伸张正义，他是好人。旁边围观群众也七嘴八舌的开口：是啊，警察同志，我们都看到了，那个老逼登讹人，活该挨打。这是正义的大逼斗，我们都可以给老大爷作证，他打得好，打得妙，打得呱呱叫。原来如此吗？唐建军低头看向挂在自己腿上的2个人，目光冰冷。本来唐建军还真挺为难的，现在好了，完全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的不处理李牧。而就在此时，又一辆警车呼啸而来，为首的是个中年警察，身材敦实，皮肤黝黑，面容刚毅。我们接到报警，有人当街打人，谁报的警？现在什么情况？哎呦，老宋，老唐，你怎么也在这儿？老宋名叫宋国良，跟唐建军同为西兴街道派出所民警。唐建军把前因后果言简意赅地讲述了一遍。这位大爷其实也算是见义勇为了。那你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不处理大爷。老唐啊，老唐，我记得你最讨厌的就是和稀泥式的执法，你变了，你到底还是变了。宋国良脸一板，表情严肃。见义勇为确实是好事，但凡事都得有个度。你看看，把人伤成这个样子，这要是不严肃处理，我们怎么对得起自己肩上的警徽？唐建军也是一脸的无奈。这个老宋什么都好，就是性子太直。大爷，把你那许可证拿出来给他看一下。李牧直接伸手入兜，把一沓诊断书掏了出来。我今年80了，无儿无女，没老伴儿，我一身的病，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关节炎、骨质疏松，还得了直肠癌，晚期。医生说我不过3个月了。随着李牧讲述自己的情况，宋国良的眉头越皱越紧。总算是明白了，为什么素来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唐建军会在这个案子上做出近乎原则性的让步。原来这大爷根本没法选中啊！随后，宋国良目光看向李牧，脸上挤出个笑容：“大爷，您还是要保重身体，千万别累着气着自己。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啊，您报警，我们绝对严肃处理，拨乱反正。你们2位，这事儿就算了吧，不要揪着不放了。”哎，不是，警察同志，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跟我爸就白挨打了呗？爹爷，凭什么？是我们被人打了？你瞅瞅，你瞧瞧，打得这么严重，你们警察居然让我们不要追究他，凭什么？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看着这俩人急头白脸的样子，李牧则坐在对面悠哉悠哉，主打一个只要我不急，那急的就不是我。这时孙德厚突然想到了什么，你们是不是收他钱了？是不是收黑钱了？你们俩。此话一出，警察全都齐齐皱起了眉头。孙德厚没凭没据，不要在这里血口喷人。李大爷年纪大了还生病，让你们调解也是为你们好，万一你们负得起责任吗？他老他病狗屁，身体比我都好，我都打不过他。你跟我说他得了绝症快死了，都他妈是装的。我们已经跟江州医院确认过了，李大爷的病情得到证实，不存在虚假。那他一个人按着我跟我爹2个人做，这表现哪里像一个病人了？唐建军和宋国良对视一眼，也都觉得奇怪。这大爷80了，垂垂老矣，而且一身的病，怎么还这么生猛？当身体达到极限时，肾上腺素会带我杀出重围。哎呦，不行了！李牧脸色猛的一下，涨得通红，整个人呼吸困难且急促。我操！这大爷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之间就感觉要嘎了呢？唐建军顾不上多想，立刻冲到李牧身旁，在他衣兜里翻出了速效救心丸，给李牧喂进了嘴里。孙德厚跟孙子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们同意调解。对，同意调解，现在就调解。不用这位李大爷赔钱，也不用他道歉，不，应该是我们给李大爷道歉才对。对不起，李大爷，我们不该用脸去打你的手。这我们都道歉了，也同意调解了，这事儿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吧？俩人也是非常的识时务，各自顶着一个猪头，对着李牧点头哈腰，一个劲儿的道歉。很快，
李牧就接受了救治和全面检查。此人确实身患多病，尤其是直肠癌，已经到了晚期，癌细胞全面扩散。一个字形容：无药可救，身人无状。什么？不过好在术医及时，所以这次算是有惊无险。听到这话，也让唐建军和宋国良松了口气。李牧当然不会有事，他只不过是临时打开了几个病症的开关，很快就关掉了。李牧好说歹说，把唐建军和宋国良都打发走了。要有这2个警察跟在身边，我还怎么路见不平，用大逼斗教育恶人？随后，李牧坐上公交车准备回家，而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侧后方不远处，一个青年正举着手机在直播，而摄像头则始终对着李牧。家人们，前面那位白发苍苍、气势不凡的老大爷，正是传说中的地铁判官。今天，小莫就带大家近距离感受一下地铁判官的一天。他是抖音上一个搞户外直播的小主播，昨天刷到地铁判官的视频，便突发奇想，既然自己的直播一直不温不火，那为什么不蹭个热度呢？说不定一波就起飞了。此刻观众迅速涌入了直播间，对于这一切，李牧并不知道。而就在这时，一阵婴儿啼哭的声音突然从后方传来，李牧扭头看去，便见后排靠窗位置，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婴儿，那婴儿哭个不停，女人一脸着急的样子，情急之下竟然用手去捂婴儿的嘴。哪有母亲会因为孩子哭闹就去捂孩子的口鼻？不对劲，10分有12分的不对劲，请苍天变中见。下一刻，那个带孩子的女人头顶光环竟然显现出了暗红色，红得发黑，而且女人旁边的男人头上的光环同样是暗红色。他妈的，这娘们儿果然不是好人，多半是人贩子，这2个明显是一伙的。哼，全都该死，必须狠狠制裁。李牧握拳起身，但他很快停下了。这事儿不能乱来，自己没有任何证据贸然行动，说不定会被人贩子反咬一口。看来得上点智慧。李牧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嘿，能不能哄一下，让他不要哭了？一直哭一直哭，烦不烦？能不能有点公德心？李牧声音很高，顿时引得车上其他乘客纷纷侧目。不好意思，大爷，实在是不好意思。光说不好意思有啥用？很烦，知不知道？你们为别人考虑了吗？不会养就别生，生出来招人烦。这时，坐在女人旁边长着大痦子的男人眉头一皱。不是我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跟孩子较什么劲啊你？你小的时候你不哭啊？我哭又没吵到你们，但现在你们吵到我了，知道吗？不会带孩子就别出门，谁惯着你们？哟呵，不是你不惯着，你想咋？来，你想咋？你告诉我来。算了，别惹事。大爷，确实不好意思，我们家孩子平时不这样的，可能是有点晕车了，对不住。操！他晕车，你就别带他坐车啊！孩子难受，还吵得别人心烦，真没素质。一家人没一个有素质的。李牧接连的针对，终于是引起了众怒。你这人怎么说话呢？那孩子那么小，哭闹不是很正常吗？能不能有点同理心啊？就是看你也一把年纪了，给自己嘴上积点德吧。你这不倚老卖老吗？也不嫌磕碜。不光车上乘客在指责李牧，此刻小莫的直播间里，弹幕也纷纷开始指责。小莫倒是并未表态，对于他来说，李牧他不塌房不重要，他只关心流量。反倒是因为李牧这一番胡搅蛮缠，直播间热度大增，在线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感谢大家，实在是太感谢大家的理解了。那什么，我们家孩子也确实吵着大家了，我这心里也过意不去。我们这一站就下车吧。女人说完，冲着旁边男人使了个眼色，随后两人抱着孩子准备下车。哎，干什么想走啊？把老子折腾完了，说走就走，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不是你嫌我们家孩子吵，那我们下车不就得了吗？就是啊，大爷，我们这就下车，你眼不见心不烦。赔钱，赔钱，赔精神损失费，这一路吵得我心烦，赶紧赔钱。你这老头，你搞笑吧？孩子就哭2声，你就要找我赔钱，你什么道理啊你？松开，我警告你，赶紧松开我老婆，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不行，必须赔钱。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心脏病，你们不赔钱别想走。双方在后车门处厮打起来，这情况公交司机也不敢贸然开车。你们要吵，下车去吵，别在我车上搞事情，耽误的是大家的时间。其他乘客也纷纷开口报名，指责、催促，公交上顿时乱作一团。没你们的事，都闭嘴！反正今天不赔钱，你们别想走。行，碰到你这种老无赖算我倒霉，给你200，够了吧？你不就是想要钱吗？拿了钱赶紧让开。
200，大发叫花子呢？2万，少一个子儿都不行。 2万，你抢钱啊你！大痦子更是气得咬牙切齿，直喘粗气。他们铤而走险卖一个孩子才赚20万，这老登上下嘴皮子一碰就要2万，无本万利，你他妈比卖孩子还赚钱！而此时，公交司机已经拨通了报警电话。喂，110吗？我是开公交的，我车上乘客干起来了。听到司机报警，大痦子脸色一变，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要是警察赶到，可就大事不妙了。思绪闪过，大痦子眼神一狠，我操！滚开！老不死的，给你脸了！大痦子猛地伸手就去推李，结果李牧一个侧身卸掉大痦子的力，紧接侧身一步踏前，沉腰领肩，装逼为飞行，坤神昆山靠。李牧左手下垂至腹部，右手前伸，双腿交替后撤几步，坤拳露出犄角。这一招没什么实际作用，但嘲讽指数拉满。男人一拳砸向李牧脑袋，李牧当即施展出昆山躲开这一拳，同时一把扣住大痦子的手腕，随即侧身用出一套连续昆山跑，大痦子顿时气血飞腾，被撞得七荤八素。直播间里弹幕滚动，有震惊李牧那与年龄严重不匹配的夸张战斗力，也有指责李牧为老不尊不要闭脸的，还有趁机玩梗露出犄角的。小莫当然是乐得看到这种情况，弹幕互动越多，直播间热度越高，才能狠狠进人。你这老头太过分了，讹人就算了，你还打人，这可是法治社会。为老不尊说的就是你这种老东西。给你子女后代积点德吧，缺德玩意儿也不怕遭报应。乘客们彻底看不下去，纷纷出言指责李牧。都他妈给我闭嘴，限着你们了。2个人贩子这会儿快急死，等警察一来，稍微一查，拐卖孩子的事情肯定捂不住，那他们就完了。该死的老东西，这是他妈你逼我的！雪白刀锋反射寒光，充满了危险的味道。看到有人拔刀，乘客们都惊慌失措。司机一看这情况，也担心出大事儿，连忙把前车门打开。乘客们纷纷从前门涌下车，不过都没有离开，而是站在站台上看热闹。小莫却并未下车，还在尽职尽责地直播着。老不死的滚开！逼急了，老子跟你玩命！来，反正老子癌症晚期，没几天可活了。你捅我，我就死，正好解脱了，还能拉你垫背。这倒是把曹冰冰僵住了，他只想吓唬李牧，顺利脱身，可不想真的捅人。草了，你到底想怎么样啊？赔钱啊！你们家孩子朝我白吵啊！精神损失费2万。我你妈！曹冰冰气得浑身颤抖。直播间内，观众们隔着屏幕都被气得不轻，纷纷对李牧展开了口诛笔伐。而就耽搁这么一会儿，警车到了，李牧神色一松，而面前2人则肉眼可见的慌了。妈的，这老不死的，我真就草了！现在怎么办？别慌，待会儿警察来了，你什么都别说，我来。2人说话间，警车已经停在公交车前。警察同志，你们可算是来了，快把那个老登抓走，太可恶了！就因为人家小孩子哭了2声，那个老家伙非要讹人家2万块，还打人，简直无法无天。对，赶紧把那老登抓走，停了他的养老金，让他再嘚瑟。乘客们看到警察赶到，纷纷开口，七嘴八舌。好的，大家不要着急，我们来处理。唐建军安抚了一句，带着徒弟小江上了公交车。李大爷，您这刚从医院出来，又干啥呢？他们孩子吵得我头疼，我问他们要点精神损失费，没毛病吧？公共场所这些事情在所难免，互相理解就好了。您这怎么还要上前了？唐建军颇为诧异，虽然跟李牧打交道不多，但唐建军并不认为李牧是胡搅蛮缠的人。哈哈，警察同志，给你们添麻烦了。那什么，这位老同志可能是年纪大了，我不怪他。是这样，我们还赶着去东站坐高铁呢。您看，要不我们就先走，完事儿你们好好教育教育这位大爷就行，我们也不追究什么责任。这人还挺大度的嘛。也好，那你们……就在这时，李牧瞅准机会，一记老拳狠狠闷到段海军鼻子上。李牧一把从他怀里抢过孩子。他们俩是人贩子，有刀。人贩子。唐建军心头猛地一震，连忙便伸手去抓曹冰冰，但曹冰冰反应更快，猛地一把将唐建军推开，滚开，直奔前门而去。曹冰冰面目狰狞，掏出了刀。前门处年轻的民警江白站在那里，脸上竟全无惧色，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我听到了升职的回响，那是一个平凡人家等不来的高光。草泥马的人贩子变成我的功劳吧，干了！我操！妈的，今天怎么净碰到神经病了？这可是刀啊，一点都不带怕的。
就这么一愣神儿的功夫，江白直接扑在曹冰冰身上。小江，唐建军担心江白有失，连忙冲上去帮忙，当先一脚就踹在曹冰冰持刀的手上，直接绞了他的血。这样就好办了。车内场面一片混乱，当车外的2个民警反应过来，冲上车的时候，就看到曹冰冰被死死摁在地上，把那女的也控制住。唐建军吩咐了一句，随后关切地看向江白：“怎么样，没事吧？”年轻的民警此刻脸颊通红，喘着粗气，额头冒汗：“我没事，师傅。”随后，唐建军看向李牧：“秦大爷，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人贩子？”此刻，李牧抱着婴儿笑得满脸褶子，婴儿此刻竟然神奇地张着小嘴笑了起来。其实一开始我也只是猜测，我看到那个女的因为孩子哭个不停，竟然伸手去捂孩子的口鼻，我不相信一个妈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当然，我只是怀疑，不确定，更没有证据。但这种事情，我宁可搞错，最后给他们赔礼道歉都可以，也不能拿孩子去冒险。所以我故意找茬，一来是进一步试探，二来也是故意把事情闹大，等你们过来处理。你回去好好审吧，绝对错不了。闻听此言，唐建军缓缓点头。老大爷，你警惕性够高的，观察也够仔细的。而此时，双手背靠，灰头土脸的曹冰冰才反应过来。合着你这老家伙早就看出来了，搁这跟我俩演戏呢？你他妈还真是老奸巨猾！老子这次大意了，不然干翻你！你连我一个80岁的老人家都打不过，你还牛气上啊？你，行了，都戴上铐子了，你还有什么可豪横的？唐建军让人把他和段海娟都带下了公交，押往警车。公交站台上的乘客此刻也都反应了过来，顿时群情激愤。看着人模狗样的，原来是人贩子。操，人贩子，你是真该死啊你！骂几句不解气，有脾气火爆的，直接上去就扇嘴巴子。大家别冲动，不能这样，这样不好。警察笑呵呵、轻描淡写的劝着，手上却始终没有阻拦。从公交车到警车，总共几米远，走了得有1分多钟。那一男一女2个人贩子挨了不少打。一番发泄情绪之后，乘客们又全都看向下了公交的李牧。实在不好意思，大爷，误会你了，我给你道歉，并向你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大爷您可真是老当益壮，有勇有谋啊！大爷尿性，您才是真爷们儿，牛逼！小莫的直播间内，网友们的口风也是180度大转弯。不是，哪来这么多来自网友的情绪值？李牧扫了一眼，目光正好落在小莫身上。此时小莫的手正举着手机，见李牧看过来，顿时有些心虚的看向别处。小朋友，你在直播？对，我在直播。大爷，您简直就是老英雄，您是这个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大爷，您是英雄，英雄不应该悲剧收尾。我愿意用10年寿命换您癌症痊愈。这都是封建迷信，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小家伙，等再过个1年半载、3年5年，你发现我活得好好的，你就知道慌了。西兴街道派出所，李大爷，经过调查，我们现在可以确认，这2个人确实是拐卖儿童的人贩子。非常感谢您见义勇为，仗义出手，救下这个孩子，也拯救了一个家庭。没什么，路见不平，应该的。对了，那2个人贩子应该是要被判刑的吧？能判多久？按照我国刑法规定，拐卖儿童罪5年起步，最高死刑。这要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抓到人贩子，根本都不用审，直接乱棍打死算球。李大爷您放心，这2人贩子已经落网，绝对逃脱不掉法律的严惩。我们会抓紧讯问，把他们身上的事儿查个一清二楚，水落石出。究竟拐卖过几次，都卖到了哪里，还有哪些人参与？该抓的抓，该救的救。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李大爷，感谢您救了我孩子，谢谢您，李大爷也救了我们全家，我给您磕头了。此人正是那个被拐婴儿的母亲，她本来是用婴儿车带孩子去公园散步的，结果碰到个大姐问路，白洁热心帮忙，耐心指路，又教对方怎么使用地图软件。完事一回头，就发现婴儿车里的孩子不见了。好在孩子被救回来了，白洁感激涕零。随后李牧离开了派出所。恭喜宿主完成一次正义之举，综合评价炸裂。恭喜宿主寿命加6个月。这次竟然拿到了最高评价炸裂，一次性续命6个月，非常 nice。不知不觉已经临近下午5点，李牧便返程回家。途中经过光华小学，这会儿正好是放学的时间，学校门口被堵得水泄不通，交通直接瘫痪了。
虽说放学时间的学校门口确实是拥堵的重灾区，但光华小学这块也不是什么繁华地带，不至于堵成这鸟样子吧？李牧一边往前走，一边向着堵车源头看去，果然发现了罪魁祸首。只见一辆紫色的理想 i59，车身压着线斜停在大马路上，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让整条马路陷入瘫痪状态。后面的车急得不停按喇叭。这他妈是什么傻逼啊！后方一个中年男人气冲冲地下了车，大步流星来到理想 i59 车旁，只见一个浓妆艳抹、大波浪发型的女人坐在车里，正低头玩着手机。哎，不是，你在车路啊，目前这路都被你堵死了，赶紧开走。邢一山瞥了一眼，没说话，又低头玩起了手机。哟呵，我都算没素质的了，但在你这娘们面前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关公面前耍大刀，肥坑对面玩中单，关中老爷面前比颜值。有病啊你！拍我车门干什么？拍坏了你能赔得起吗你？原来你不聋啊？那你听不见后面的喇叭声？这放学高峰期大街，你就这么把车停在马路中间，你觉着合适吗？哼，停这咋了？马路你们家买下了，我爱停哪停哪，你管得着吗你？不是，你还真拿马路当你们家客厅了啊？想咋停咋停。那路边都停满了，你叫我往哪儿停？不停这儿，我还能停哪儿？我操！那你倒是把车摆正啊，好歹让出一条道来吧。我车大，我水平差，摆不正。此时，这娘们的表现终于是引发了众怒，又有几个车主下来，纷纷指责这位尊贵的理想 i59 车主。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光顾自己方便，堵得所有人都走不了吧？就是啊，你这也太自私了，稍微把车停远一点，多走2步路回事。本来放学高峰期就很堵，你还一个人占2条道，你螃蟹啊！然而邢一山面对众人的指责，非但没有胆怯，而直接开门下车，尽显颇富风采。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们一群大男人就欺负我一个弱女子是吧？我就临时停几分钟，接了孩子就走，你们催什么催？赶着投胎呀！邢一山瞪着俩大眼珠子，气势很凶悍的样子。看什么？你们还想打我不成？来来来，有种就打，不打你们都是王八蛋！邢一山故意歪过脑袋，语气神态都充满了挑衅的味道，完全有恃无恐。别嘚瑟，早晚有人收拾你。哼，如何呢？又能怎？我就这么停车，有种就打我啊，傻逼！出息！大家都听到了哈，是他叫我打，我才打的。呀，像这种要求，我这辈子没听过，老人家心善，只好满足你喽。邢一山只觉得脸火辣辣，脑瓜子嗡嗡的。你个老不死的，竟然敢打我！哼，打你就打你，难道还要挑日子吗？邢一山表情狰狞，挥舞着尖锐的指甲，就往李牧的脸上抓去。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这个老东西的脸撕烂。管你多大年纪，大不了赔钱，老娘有的是钱。结果李牧只是简单一个接话法，便轻松化解了邢一山的攻势。接着左右开弓，响亮的巴掌声仿佛盖过了这条街道的喧嚣，听得人心里暖暖的。你应该庆幸和谐社会救了你，不然就像你这样，早都被人剁碎了喂狗。邢一山生吃几十个大逼兜，终于崩溃了，一屁股坐在地上。来人了！救命啊！这里有个老流氓打人了，非礼了，还有没有人能管一管啊？然而并没有人帮他，周围人看向他的眼神中有冷漠，有戏谑，有幸灾乐祸，但唯独没有同情。活该，不是你主动要求别人打你们，真打了你又不乐意，还是打得轻了。这几个大逼斗看得我是真解气啊！老大爷牛逼！听到众人的话语，邢一山气得浑身发抖，眼神怨毒地盯着李牧身上。老东西，你给我等着！我老公就在旁边，我打电话叫我老公，你别跑，你有本事就别跑。好，谁跑还不一定呢。老公，我被人打了，就在学校门口，你快过来，有个老流氓他打我脸，你快来。打完电话，邢一山便死死盯着李牧，似乎怕他跑了。没过5分钟，一个穿着花 T 恤、满脸横肉、胳膊上大片纹身的男人急忙赶了过来。此人正是邢一山的老公李万基。我操了，谁他妈敢动我老婆？老公，就他打的我的脸都快被打坏了。老公，你快帮我出气，打他，打死他！李万基瞬间火冒三丈，一双三角眼恶狠狠瞪着李牧。老不死的，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竟然敢动我老婆，活腻歪了是吧？李万基直接掏出一个纸虎戴在手上，周围人见状都下意识地往后退了退，但李牧却面带笑容，
不退反进，上前一步，胸口抵住了李万基带着之虎的拳头。你说的没错，我确实活腻歪了，活了80，早他妈活够了。一身的病折磨我，还有直肠癌晚期，本来也没几天可活。来，打我，你打我，我就死。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正好打死我，你也进去，我这也算为民除害了。李万基低头看了眼诊断书，直肠癌晚期5个字映入眼帘，瞬间便让李万基瞳孔一缩。李牧见状又上前一步，李万基却仿佛触电般连忙后撤，跟李牧拉开距离，同时双手张开举过头顶。哎，你别碰瓷啊，大家都看着呢，我没动你哈，你要有什么事儿跟我可没关系。老头，拍视频，快拍好，别被这老头讹上了。不敢打，你瞎比划什么？别打了，大爷，别打了，我们知道错了。我告诉你们2个，老子就住这附近，平时这个时间经常出来遛弯，要是再让我看到你们这么停车，我直接嘎你们车上。李万基和邢一山根本不敢顶嘴，只能连连点头。滚吧滚吧，把车开走，把路让开。哎，好。李万基如蒙大赦，急急忙忙开车离开。大爷牛逼，大爷真是太帅了。放学高峰期，经常能碰到这种没有公德心的玩意儿，一个个脸皮厚的跟他妈城墙拐角处一样，就得大爷这种狠人来制裁。在众人敬佩、感激的目光中，李牧挥挥衣袖，潇洒离去。刚进小区没走几步呢，李牧就听到一阵压抑着的小声啜泣。李牧眉头一皱，循声走去，便见一个小男孩正坐在花坛边上哭，头发凌乱，衣服也脏兮兮的。这小男孩李牧认识，就住在他楼下，名叫赵子轩，非常乖巧，也很懂礼貌。轩轩，你这是受什么委屈了？李爷爷，我没事。这时李牧发现轩轩的左脸颊非常红，这种红李牧再熟悉不过了，因为被他用大逼斗教育过的人。正是这样，再看轩轩那脏兮兮的衣服，身上还有个清晰的血印。难道轩轩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你跟李爷爷说。李爷爷，我不敢说。李牧蹲下身与轩轩平视。轩轩不要怕，是谁欺负你的？你告诉李爷爷，李爷爷帮你撑腰。在李牧的鼓励下，轩轩吸了吸鼻子，终于鼓足了勇气。是我们班的李瑞泽，还有王星宇和马逸晨，他们之前就经常欺负我。今天放学的时候，他们把我堵到厕所里，瑞泽打我，他们还让我明天上学的时候带100块钱。在校门口那边巷子里交给他们，不然就还打我。怎么有这样的事情？有些孩子是孩子，而有些孩子就是恶魔，简直无法无天。婶婶，别怕，这事儿你李爷爷管定了。明天你正常去上学，钱不用带，李爷爷跟着你，我帮你收拾他们。轩轩顿时眼睛一亮，似乎在黑暗中待了很久的人，突然看到了辉光。真的吗，李爷爷？当然是真的。这事儿别人来了或许没什么用，但你爷爷出马绝对好使。我不光替你撑腰，让他们以后都不敢找你麻烦，我还能让他们给你道歉，连他们的爹妈一起过来向你道歉。听了李牧掷地有声的话，轩轩心里的恐惧渐渐消散了些。谢谢李爷爷。你叫我一声李爷爷，那李爷爷能让你受委屈吗？走，先回家。轩轩拉着李牧的手，感觉步伐都轻快了许多。夕阳下，一老一小的身影慢慢朝着单元楼走去，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像是在无声地诉说着一份即将到来的正义守护。李牧已经决定为轩轩出头，但他毕竟只是李爷爷而不是爷爷，所以李牧便跟着轩轩一起来了他家，把轩轩在学校里被人欺负的事情告诉了他的爸妈。操，李大爷不怕你笑话。其实轩轩在学校里被人欺负的事我是知道的，我也找过对方家长，想让他们管管自己家孩子，但对方完全不当回事，还说什么我家宝贝儿子怎么就光欺负你儿子不欺负别人，一个巴掌拍不响，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之类的狗屁话。我也找学校反映过，可学校的人也不重视，顶多轻飘飘的说2句。那3个小混蛋当着学校领导的面说的可好听了，可转头还是不改，甚至还会变本加厉。赵栋梁紧咬牙关，满脸怒火，但他只是个普通人，普通的经济条件，普通的工作，遇到这种事也有着深深的无奈。那也不能就这么惯着他们吧，这会严重影响轩轩的心理健康的。这个我也知道，所以我最近在考虑给轩轩转学。转学？先不说转学会影响孩子的学习，你敢保证去了新的学校就不会遇到这种烂人？可不转学又能怎么办呢？你别管了，这事交给我。李大爷，你能有什么办法？
我报警都试过了，可警察来了也只能教育。那3个小混蛋，他们也没办法。警察拿他们没办法，不代表我拿他们没办法啊！几个小逼崽子还反了他们了。李大爷，你这真的行吗？哎，麻子雀啊，你应该说这真的行。可是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而且你的身体不太好，我实在是不放心。这你就不懂了吧？年纪大，疾病多，还晚期，这正是我的优势。吃过晚饭，李牧躺在床上，开始研究系统送的直播设备。使用方法核心就一个字：意念。所有的操控都可以解放双手，完全通过意念来实现。李牧明天就可以开启他的直播首秀，而内容正是整治不良少年。很快次日到来，李牧起了个大早，在抖音上注册账号，然后开启了直播。直播间在线人数很快就达到2位数，又迅速突破3位数，弹幕也逐渐多了起来。直播间的非族宝们，大家好，我就是热搜上的地铁判官和公交大侠本人。首次直播，请大家多多关照。随着李牧露脸以及打招呼，直播间观众也纷纷发弹幕互动起来。昨天主播听说了一件令人气愤的事情，我楼下邻居家小孩在学校里竟然被人霸凌了，还让他今天上学拿100块过去，否则就还要打他。这种坏小孩，学校管不了，家长也不管。今天主播就是要制裁这几个无法无天的坏小孩。李牧开着直播，按照约定的时间在单元门口跟轩轩碰面。轩轩穿着洗干净的校服，双手紧紧攥着书包背带，小脸上带着几分紧张的神色。别怕，今天李爷爷给你撑腰。随后，一老一小踩着晨光往学校走去。在这过程中，直播间的在线人数很快就突破4位数，观众都在等着看李牧怎么收拾那几个熊孩子。快到学校的时候，李牧停下了脚步，伸手拍了拍轩轩的肩膀：“去吧，轩轩，不要怕，你李爷爷在你身后。”轩轩虽然有些紧张，但还是鼓起勇气，捏着拳头向前走去，而李牧只是远远地跟着。没多久，轩轩就被3个小男孩围了起来，中间那个白白胖胖，脸圆得像个球，也不知道吃什么饲料长大的，比同龄的孩子都要大1圈，正是李瑞泽。王星宇和马一晨则一左一右按着轩轩的胳膊，把他死死抵在墙上。轩轩咬着嘴唇，表情紧绷，却不敢吭声。钱呢？老子让你带的钱呢？你个傻逼，是不是找打？这时李牧突然上前，李瑞泽淡淡瞥了一眼，还以为只是个碰巧路过。老东西看什么看？别多管闲事，滚滚滚！李瑞泽一开口，素质掉一地，立刻便引起了直播间近万观众的反感。所有人都期待着李牧教训熊孩子。你刚才叫我什么？叫你老东西啊？怎么，你不是老东西吗？李牧依旧是面带笑容，抬手想去抚摸李瑞泽的脑袋，却被后者啪的一下把手拍开。干什么？老变态，听不懂人话吗？赶紧滚！你们小年纪不学好，在这里欺负同学，不怕我告诉你们家长和老师吗？操，你是猴子起来的逗逼吗？都把老子逗笑了。金玉臣子，你们听到这老家伙说什么没有？哈哈哈哈，听到了，他说要告老师，告家长，都把我笑死了。原来是告状君变老了。李瑞泽冲着李牧竖起了中指。老东西，别说告老师了，你就是告校长都没用，谁也管不了我们。谁也管不了你们，我倒是不这么想。既然老师家长都没用，那今天我这把老骨头就替他们好好管教管教你们，让你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切，就你这么个快死的老东西，还想教训我呢？你算个什么东西？说着，李瑞泽直接挥拳便向着李牧打了过来。李牧反应迅速，微微侧身，同时右手一抓，大手如同铁钳一般，死死扣着他的拳头，力道极大，往死压。李瑞泽顿时疼得龇牙咧嘴。哎呦，疼死我了！老大，王星宇和马一晨正想上来给李瑞泽解围，结果被李牧一个眼神瞪了回去。李瑞泽咬着牙，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但依旧嘴硬。老东西，放开我！有种的你就放开我！江湖规矩单挑啊！哎，你这张嘴是真欠，看来今天是得好好教教你什么是礼貌啊！怎么你还敢打我？我可是未成年人，你要不要先了解一下未成年人保护法？你是蛋！你要是敢打我，就等着进局子吧！李瑞泽一边说着，一边故意把脸凑到李牧面前，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来呀，有本事你打我啊！不打你是我孙子！此刻李牧的直播间，网友们也都纷纷躁动了起来。李瑞泽见李牧没有进一步动作，以为是被自己的话僵住了。看什么看？别说你一个快死的糟老头子，就算警察来了都管不了我。老子这年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这个傻逼赵子轩，以后我每天揍他3遍，你管？
叽里咕噜说什么呢？先吃老子一个大逼斗，我管你去那的！大逼斗之下，众生平等。直播间因李牧的这一记大逼斗直接沸腾，这股热烈的氛围也实时转化成源源不断的情绪值，顺着网络涌向李牧。而挨了一逼斗的李瑞泽，脸颊瞬间泛起红印，火辣辣的疼痛像潮水般疯狂冲击着他的神经。我操你妈的！你个老不死的还真敢打我！老子可是未成年人，你玩了我告诉你！报警！星宇琛子，快报警抓他，把他抓去坐牢！那2个小跟班连忙掏出手机就报警。李牧表情微冷，目光森寒。没过多久，3个小逼崽子就全被打过了，一个比一个声大。这次必须彻底解决问题，而光打几个小屁孩肯定是不能达成的，还得连熊孩子背后的熊家长一起收拾。学校不作为，也不能免责。随后，李牧像拎小鸡仔似的揪着他们，径直往学校里走，直奔班主任办公室。几分钟后，李牧面前站着个身材矮胖、皮肤暗沉、戴着黑框眼镜、约莫30来岁的女老师。就你是他们的班主任吧？陈玲玲明显还没搞清楚状况，看了看脸颊红肿，脸上还带着泪痕，眼神中闪烁着畏惧的3个熊孩子和旁边的轩轩，又看向李牧。啊，对，我是班主任，这什么情况啊？这是他们这是打架了吗？那倒没有，这是我打的。你打的？这3个一直欺负轩轩，你作为班主任，别跟我说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处理？这个年纪的孩子打打闹闹的不是很正常吗？没你说的那么严重，不存在欺负不欺负的。我班上的学生我清楚，就是淘了点皮了点，但本质上都是好孩子。撕书本，在校服上乱涂乱画，扇耳光，还要钱，这些在你眼里就只是孩子之间的玩闹，不是欺负。哎，你要这么说，那你把脸伸出来，我也跟你玩闹玩闹。凡事都有前因后果吧？为什么他们就只欺负赵子轩，不欺负别人？怎么不从他身上找原因？是不是他哪里先做错了？一个巴掌拍不响，你一个大逼都直接在办公室内炸响，瞬间打断陈玲玲的话。哎，你告诉我，一个巴掌拍得响不响？陈玲玲瞪着李牧，眼睛里满是怒火。你打我，你算什么东西？你凭什么打我？你怎么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为什么我不打别人就打你？是不是你哪里做错了？一句话直接给陈玲玲问得哑口无言，脸色青一阵紫一阵。哼，该死的老东西，你有病啊！哎，是啊，我确实有病，还病得不轻呢。说着，李牧直接把他那随身携带的厚一沓诊断书掏出来，拍在陈玲玲的办公桌上。陈玲玲不明所以的低头看去，直肠癌晚期5个大字，如同锋利的尖刺，狠狠刺入陈玲玲双眼。除了常见的疾病之外，还有好几个陈玲玲听都没听过的病：进行性和上性麻痹、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成人型割泻病症。这怕不是死事吧？把你们校长叫来！啊！喊校长过来。陈玲玲愣了下，随即眼睛一亮。校长好啊，校长得喊。校长来了，办公室太平了。校长来了，扛雷的就有了，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事儿闹大了有校长撑着。好，我这就打电话，这就打。陈玲玲立刻打电话给校长，就说有急事请校长过来。挂了电话，陈玲玲陪着笑脸：大爷您稍等下，校长马上就来。等了不到1分钟，顶着啤酒肚地中海的校长一个肉弹冲击就顶开办公室的门进来了。玲玲，你找我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这几位是？哥，他们是。哼，说了多少遍，工作的时候称职务。是，陈校长，这位李大爷是我班上学生赵子轩的家长，他来是因为赵子轩跟其他同学的纠纷。陈萍萍看向李牧，依旧是一副挺有派头的样子。老大爷，赵子轩的事情我是知道的，之前他爸就来找过我，当时我也跟他说清楚了。这孩子嘛，尤其是小男孩，这个年纪肯定会淘气一点、皮一点，都正常，打打闹闹的也正常，反倒是死气沉沉，才应该担心孩子是不是有什么心理问题。陈萍萍背着手，摇头晃脑，慢条斯理地说着：我理解你们作为家长对自家孩子的关心，但千万不要关心则乱，小题大做也是要不得的。你们都他妈是一丘之貉，轩轩被这3个合伙欺负，被他们打，被他们扇耳光，还被他们要钱，这也正常。这个嘛，陈萍萍摩挲着下巴，眼珠子一转。那我觉得发生这种事也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么多学生，为什么他们不欺负别人就欺负他？为什么他们不打别人就打他？
这肯定是有原因的，对吧？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就针对他。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巴掌。听到这里，陈玲玲眼皮一跳，不好，有杀气。陈玲玲连忙往后面缩了缩。陈萍萍被打得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地，脸颊瞬间就红了起来。不要跟我扯什么一个巴掌拍不响这种狗屁话。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些贱人烂货，他就是喜欢欺负人，就是靠践踏他人的尊严来满足自己病态的快感，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单纯因为他们坏，因为他们贱，因为他们烂。你不去处罚这些坏学生，居然在这里逮着被欺负的找毛病，你脑子里装的都是屎吗？李牧毫不留情的开枪，对着这满脑肥肠、不负责任的校长就是一通怒怼。妈的，你个老不死的，竟然敢打我！陈萍萍瞪着双眼，撸起袖子就要还手。哥，不要撒手！这老不死的，我今天非得让他知道什么叫拳怕少壮。陈萍萍气得脸红脖子粗，想要挣脱陈玲玲，结果后者抓着几张诊断书就伸到了陈萍萍面前。他一身的病，还有癌症晚期，估计没几天了，就是来碰瓷的，千万别上当。杀！陈萍萍一看，果然，尤其是那个直肠癌晚期，更是重磅炸弹。这他妈残血啊，大残，摸一下就死的那种。我操！陈萍萍本能往后一缩，警惕地盯着李牧，生怕离得近了，万一李牧嘎巴一下死这儿，可不就被讹上了。直播间一片欢乐的气氛，而就在这时，一个暴怒的声音从外面传来：“谁他妈这么不长眼，敢打我马王爷的儿子？”爸，一个男人走了进来，正是马一晨的父亲马王爷。爸，你终于来了！看到父亲，马一晨像是找到了主心，激动立刻跑过去。爸，他打我，他打了我好多下，呜，我脸疼。看着儿子红肿的脸颊，还有那明显的手指印，马王爷瞬间就炸了。我操了，老东西，你他妈活腻了是吧？敢打老子的儿子，我今天就让你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睛。马王爷怒气冲冲，咬牙切齿，冲过去一把揪住李牧的衣领，另一只手拳头就举了起来。李牧并未反抗，也没还手。哎，我确实活够了，身体差一身的病，还得了癌晚期了。医生说我也就还有2个多月可活，要不你送我一程，让我解脱吧。这一身的病真的太煎熬了，太折磨了。活是不想活了，死又不敢死。如果你能帮我解脱，我肯定感谢你8辈祖宗。李牧这话顿时给马王爷整不会了，直接愣在了原地。见他不动，李牧抓着马王爷的拳头就往自己脸上靠过来。来吧，别客气，是我主动要求的，给我一下我就死。马王爷当场吓得脸都白了，后背瞬间冒出一层冷汗，连忙戒备的往后退了2步。你别乱来，我告诉你，我没碰你，你要死要活的跟我可没关系，别讹人。既然你不愿意帮忙，就算了吧。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点爱心都没有，不像我们那个时候。随后，李牧顿了顿，眼神瞬间变得严肃起来。那现在我们就谈谈正事儿。什么正事儿？谈谈你儿子欺负轩轩的事情，谈谈你明知道你儿子欺负同学，非但不好好管教，反而还纵容的事情，谈谈你面对轩轩爸妈来要说法，非但不赔礼道歉，反而还嘲讽的事情。马王爷眉头微微一皱，他儿子欺负同学的事，他当然知道。当时他还有李瑞泽和王星宇的家长一起给校长送礼，把事情压了下去。没想到今天这事儿竟然又被翻了出来，而且这次对方竟然还出动了死士。大爷，这事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之前呢，我家这小子确实淘气了点，对同学不友好。我本来是不知道的，上次对方家长不是找到学校里来了吗？那这事我就知道了。回去后我狠狠打了这小子一顿，严厉告诫他以后不准欺负同学。我儿子听我的话，肯定没再犯错了。老大爷，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就是重提，是不是这位小朋友跟你说了？嗨，你千万别觉得孩子小就不会撒谎，现在的小孩一个个鬼精鬼精的。你的意思是轩轩撒谎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放你娘的狗臭屁！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这种鬼话都说得出口。老子亲眼看见你儿子还有那2个小鬼把轩轩堵在巷子里又打又骂，还跟他要钱。你跟我说误会，我误你娘的会！清脆响亮的巴掌声在办公室里回荡。我尼玛！马王爷哪受过这气，挨了一逼都当场红温，瞬间失智，瞪着2大眼珠子就挥拳打向李牧。你要是乖乖挨打也就算了，但既然你要还手，那老夫也略通些拳脚。李牧一个侧身躲开马王爷的拳头，然后就是棍拳连续棍上靠。马王爷被撞得七荤八素，气血翻涌，头晕眼花，稀里哗啦，最后一屁股倒在了地上。
这时又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正是王星宇的父亲。发生什么事了？刚问了一句，就被李牧一把拽过去，先打一顿，打的时候再把问题问明。妈的，有人敢打我李万基的儿子，他妈不想活了是吧？只见一个矮胖敦实、双臂纹身的男人走了进来。你他妈！卧槽，是你！李万基狠话还没撂完，看清李牧的脸时，瞬间眼睛瞪得像铜铃，当场就吓傻了。回想起被李牧支配的恐惧，那是他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李万基心知不妙，掉头就跑，结果被李牧一把扣住了肩膀。想去哪儿？那个，我老婆生孩子。不是，我突然想起来家里燃气没关。李万基顿时跟陀螺似的原地直打转。直播间内再度沸腾，从恶小孩到人渣班主任，再到无良校长，最后到极品家长，挨个致死。响亮的逼斗声几乎就没停止。办公室内，李牧一个人把陈玲玲、陈萍萍还有3个家长堵在角落里，就是一通大逼斗教育。3个恶小孩躲在另一边瑟瑟发抖。我不是让你们报警吗？警察呢？我报警了，老大。警察说很快就来。那怎么还不来？这种老不死的，就得警察才能收拾。哎，老大，来了来了！李瑞则透过办公室玻璃窗看到外面走廊里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大步流星走了过来。哼，老东西，等着坐牢去吧。说话间，警察进来了。李大爷，一看到又是李牧，唐建军都无语了。这2天但凡出警，必能看到李牧。是你呀，小唐？可不就是我吗？您这什么情况啊？是这样，那3个小鬼欺负我邻居家孩子。完了呢，老师不管，校长不管，对方家长也不管，那3个小鬼就变本加厉，又打又骂，还要钱啊！这可是校园霸凌，太恶劣了。既然他们都不管，那这事儿我管了。闻言，唐建军眉头微皱，扫了一眼，几个红肿的猪头映入眼帘。你指的管就是这样管？没错，既然道理讲不通，那老头子我也略通些巴掌。看到让我不爽的事儿，想打就打，我管你这那的，求的就是一个念头通达。你说你这老爷子都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脾气还这么火爆啊？没办法，你知道的，我直肠炎还晚期了，肠子就是这么直。你说的好有道理，我竟无法反驳。警察叔叔，这时李瑞则顶着猪头跑过来，抓他，快用扣子铐他！既然敢打我，赶紧抓他去坐牢！老东西，刚才你打爽了吧？现在要坐牢去喽！李瑞则吐着舌头，那模样真是要多见有多见。李牧当即轻笑一声，直接伸出双手。警察同志，抓我吧！你说你这老爷子，你让我抓你，我都没办法显咒，我咋扎？小朋友，我们不能扎这位老爷爷。为什么他打我？你看他给我打的，我是未成年人。别以为我年纪小就想糊弄我，他敢打未成年人，肯定得抓起来关起来。你懂不懂未成年人保护法？唐建军摇了摇头。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适用行政拘留处罚，而李大爷已经80了，我们确实不能扎他。凭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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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们宣传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吗？不是你们说我们小孩子可以用这个保护自己吗？怎么现在我被打了，这就没用了？他打我就白打啊！不公平，这一点都不公平，不公平！那我问你，这位同学被你们欺负，难道公平吗？他被你们打，公平吗？他被你们逼着拿钱，这又公平吗？还不是因为你们欺负同学在先，李大爷才教育你们的。对于这个说法，李瑞则肯定是不接受的，当场就想到。李牧目光一扫看过来，伸手揪住李瑞则脸上的肥肉，使劲拧了拧，露出一脸和善的笑容。以后要是还敢欺负同学，下次爷爷对你的教育可就要翻倍了。李瑞则连忙后退，本就红肿的胖脸愈发的红了，但他不敢再逼半句，俗称被打服了。警察同志，他打人这事儿就不管了？不是不管，而是没法管。那你说这老爷子80高龄，癌症晚期，你让我们怎么管？陈萍萍咬了咬牙，显然是非常的不爽。他自己没2天可活的，肯定没什么好怕的，那就找他儿子，找他孙子，我就不信他能不管他儿孙的死活。李大爷孑然一身，没有后代，没有子孙后代，靠，那岂不是彻底没有软肋，没有死穴？李瑞泽、王星宇、马逸晨，你们3个以后如果再欺负同学，警察叔叔会来抓你们哦。3个熊孩子全都嗤之以鼻，心不在焉，明显没当回事儿。这时，李牧走过来，一拍唐建军的肩膀：“不是你跟他废什么话呀？小逼崽子，你给我听清楚了，以后但凡你再欺负轩轩或者任何一个其他同学，我就来收拾你。看清楚这个手掌，只要你还敢欺负同学，
他就会跟你的胖脸亲密接触。听懂还是听不懂？李瑞则神情惶恐，眼神不安，求救地看向另一边的父亲李万基，后者连忙移开目光。儿子，不是爹不帮你，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咱父子俩自求多福吧。见状，李瑞则彻底没招了。听懂了，大声点，我听不见。我听懂了，以后再也不欺负同学了。这还差不多。李牧脸一沉，又看向另外2个熊孩子。咋了？我光说他不说你们是吧？你们听懂没有？王星宇和马一晨吓得齐齐哆嗦一下，也连忙点头。李牧目光一扫，还有你们狗日的，以后最好尽点责任。反正那3个小逼崽子，但凡再欺负一次同学，我不光收拾他们，我连你们一起收拾。几人心里极度不爽，却也只能点头称是。轩轩，以后如果再有人欺负你，你就跟李爷爷说，李爷爷给你撑腰。说这话的时候，李牧还故意扫了眼，这是叮嘱，也是警告，不光警告3个熊孩子，也警告班主任和校长。解决了学校的事情之后，李牧继续开着直播进行巡街。李大爷，我家孩子最近没有食欲怎么办？去 KFC 挂一个周4专家号。那如果是便秘呢？去华莱士挂个急诊。主播，我该怎么才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去借10万的网贷不要还，他们会帮你找到的。主播，我每天早上起来腰都特别疼，好烦啊。那就下午再起床。李大爷，我女儿很社恐怎么办？送她去海底捞上2个月班。主播，我年纪轻轻就欠一屁股债怎么办啊？欠一屁股债就让屁股去还，跟你有什么关系？李大爷，我老是咳嗽治不好怎么办？多吃点泻药就不敢咳嗽了。或者你也可以去华莱士试一试。主播，我右手一直抖停不下来。那就给我直播间点赞，发挥余热。李大爷怎么看最近陷入预制菜风波后喜贝的公关？我觉得西贝老板可能是想拿老罗的10万块悬赏。诸如此类，妙语连珠，直播间始终弥漫着欢快的气氛。好了，飞族宝们，李大爷说了这么多，口干舌燥，咱买个喝的去。李牧一抬头，正好看到不远处有个披着红色披风、憨态可掬、圆滚滚的血王形象，便加快脚步走过去。直播间的小朋友们，今天主播带你们开开眼，让你们也见识一下富人生活的冰山一角。前方那是什么？看到没？蜜雪冰城，听说过吗？那种地方一般人完全消费不起。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主播的实力。李牧说着走进蜜雪冰城，片刻后，李牧手里拿着一杯柠檬水，看到没？柠檬水加冰。李牧举着柠檬水展示在直播镜头前，特意转了一圈。该录屏的录屏开起来，主播只演示一遍，让你们开开眼。万一以后有机会品尝，千万别因为不知道怎么喝被别人嘲笑。李牧撕开吸管包装，尖的一头直接插入封口，然后大口吮吸一口。这就是生活呀！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No 接下来主播再带你们见识一下冰山的另一角——沙县大酒店。李牧一边说着，一边走进街边一家店面挺干净整洁的沙县小吃。李牧来到前台，仰头看着菜单，那个给我来一份鱼法克酸萝卜别吃。此刻一个身体壮硕的老莫正怒气冲冲地瞪着李牧。虽说黑哥们语言是不通的，但一些基本的单词李牧还是能听明白的。如果没听错的话，他是在骂人。你他妈的说什么？老莫丹尼尔瞪着俩大鼻孔，眼神凶狠地瞪着李牧。这时，旁边一个黑丝美女走了过来，拉了下丹尼尔的手臂，踮起脚，在他耳边小声说了些什么。便见丹尼尔脸色慢慢变缓。哈，没什么，你刚才说那个，丹尼尔以为你在侮辱他。算了，你应该也不懂，反正现在没事了。说完，两人重新坐回了位置上，跟丹尼尔说说笑笑，耳鬓厮磨，腻歪在一起。好家伙，以前只是听说有些女孩子就喜欢找外面的男朋友，没想到今天算是开了眼了。不光李牧开眼了，直播间里观众也纷纷表示长见识了。李牧转头跟老板要了份鸡腿饭，又要了个瓦罐汤，找了个靠墙的位置吃了起来。但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出意外了。另一张桌子上，黑丝美女吴梦梦和她的老莫男朋友丹尼尔已经吃完了。亲爱的，我去结账。丹尼尔却拉住吴梦梦的手，粗糙的指尖在她光滑的手背上轻轻拉撒着。我的女孩，不用你结账，你先去旁边买瓶水，这个交给我。亲爱的，你真好。吴梦梦在丹尼尔脸上狠狠亲了一口，随后起身便往外走去。果然还是歪果人绅士，不像以前交往的那些男朋友，一个个小气巴拉、抠抠搜搜，
让他们请一顿海鲜大餐就好像要他们命一样，让他们送个金项链也是各种推脱各种借口，根本舍不得掏钱。还是丹尼尔好，大方、绅士、细心、粗壮，而且平时动不动就送自己钛钢项链、塑料手链、细绳手环，眼睛都不眨一下。虽然不值什么钱，但重要的是态度。看着吴梦梦走出去之后，丹尼尔便站起身，也往外走去。丹，你还没结账吧？丹尼尔摊了摊手，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完了，继续往外走。女老板见状，张开双臂挡在丹尼尔前面。等一下，你还没结账呢。酸萝卜别吃。不是，你不喜欢吃酸萝卜，你倒是提前跟我说啊，或者吃饭的时候挑出来不就好了？不能就因为一个酸萝卜你就不结账吧？你滚开，我要走。你想走可以，结了账你爱上哪上哪。我可是尊贵的外国友人，在你这里吃饭，呵，你的荣幸。我吃得好，会告诉朋友来你这里。我不要你的马奈，你也不要我的马奈。公平不？你这意思是要吃霸王餐？那可不行，我这小本买卖概不赊账。马日法克，你走开！我可是外国人，你敢拦我？在这个国度，谁能管我？谁能管我？你信不信？你只要对我不礼貌，你就会被你们的执法者处理的。我就算打了你，我也没事。丹尼尔得意地看着女老板往前逼近一步，高大的身影带着压迫感，语气里满是威胁。女老板目光闪烁，确实心里没底气了。她不敢赌，万一赌输了，影响的不光是自己个人，还可能影响整个店。女老板张开的双臂也慢慢放了下来。见状，丹尼尔愈发得意，眼神里满是轻蔑，竖起了个中指，猛地一把将女老板往旁边扒拉了一下，随后便大摇大摆地往外走去。女老板后腰撞在桌角，疼得倒吸凉气，眼泪瞬间涌了上来，眼圈通红，盯着丹尼尔的背影很是不甘，可最终却只能无奈叹口气。直播间里群情激愤，弹幕刷得飞快，而在无数人期待的目光中，李牧缓缓站了起来，向着丹尼尔走去。站住！此刻两人已经来到了店门外。 You get out！ 李牧只觉一股大力袭来，不由得松开手，连连后退几步。草率了，这逼养的老莫身高体壮，力气可真大呀！体质，我需要更高的体质。系统，给我把属性点全加体质上。李牧顿时有种力量爆棚的感觉，体质暴涨。狗日的，你大爷来了！你给我滚远点！如果你不想死的话，丹尼尔撂下一句威胁，转身大摇大摆走开。站住！来到我们的地盘还想零元购，回去结账，并且向老板道歉。李牧面沉如水，虽身形消瘦，但话语铿锵，掷地有声。法哥，你个老家伙，是想死吗？老子听不懂你的鸟语，现在立刻马上回去道歉，付钱！哈哈哈！你个老猴子，我一根指头就能碾死你，就好像碾死蚂蚁那么容易。最后再说一句，滚开，否则我就会狠狠教训你。回去道歉结账。见李牧半步不退，丹尼尔耐心耗尽，迅速抬起一只手，猛地往李牧胸口推去。李牧早有防备，突然一个侧身，躲过丹尼尔手臂的同时，身体微微下沉，紧接着坤旋真上靠。丹尼尔顿时便被撞得失去平衡，向另一侧趔趄2下，差点摔倒。Motherfucker！ 哈尼。这时，穿着黑丝的吴梦梦连忙跑到了丹尼尔身边，一脸关切地询问情况，那心疼的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丹尼尔是他爹呢。不是你干什么啊？有病是吗？为什么要打我男朋友？真是坏人变老了。这是你男朋友是吧？他吃饭不结账，吃霸王餐不说，还很暴力的推搡老板。哼，那咋了？我男朋友可是外面的友人，来这家破店吃饭是他们的荣幸。再说了，就那么点东西值几个钱啊？真是的，用得着这么斤斤计较？怪不得人家外面都看不起我们。哼，就是你这种小气抠搜、不懂礼数的人太多，败坏了我们的名声。赶紧给我男朋友道歉，否则你后果自负。李牧脸色一沉，那吃饭不给钱还打人的老莫固然可恶，但这个贵族却更加可恨，膝盖竟他妈软成这副逼样，简直丢了列祖列宗的脸。看什么看啊？还不赶紧给我男朋友道歉！我们的名声就是被你这种没素质的人败坏了，真是有病就待在家里，出来丢人败兴干什么？此刻直播间里无数观众都被吴梦梦的脑残言论气坏，也愈发期待李牧的逼斗教育，而李牧显然也不会让大家失望。攘外必先安内，妈的，碰到这种傻逼根本忍不了。吴梦梦被打得原地转圈，尖叫一声后摔倒在地，半边脸迅速红肿起来，并且能看到清晰的手指印，嘴角甚至有鲜血渗出。呀！
你个老不死的竟敢打我！崇洋媚外是你自己的事，但你非要跳出来显摆，那我肯定不惯着。好，打得好！这种崇洋媚外的贱骨头就该打。老爷子干得漂亮，这个巴掌简直扇到我的心巴上了。周围响起一声声叫好，显然大家都被吴梦梦的脑残言论气得不轻。巴可又！丹尼尔咆哮一声，脸色狰狞，攥着拳头迈开大步便冲向李牧。丹尼尔身高至少1.9米，而且体格壮硕，浑身肌肉虬结，跟熊瞎子成精了似的。反观李牧，却是个白发苍苍、身形消瘦的老者。李牧却不进反退，一步迈出，结结实实的踩踏在地上，侧身沉肩撞，又是一记昆山靠，正面撞向丹尼尔。周围路人看到这一幕，纷纷惊呼出声。李牧竟以苍老年迈之躯，正面撞飞了200斤肌肉猛男，这简直太疯狂了！柴尼斯康夫谢特。丹尼尔又惊又怒，他一向对自己的身体素质非常自信，没想到今天竟然被一个暮年老者碾压。去死吧！丹尼尔咆哮着，宛如黑熊般怒冲而来。李牧目光一寒，这未开化的蛮夷，特么跟野兽一样，兽性不改，果然欠教育。李牧果断出手，轻声将丹尼尔暴打一顿，伴随着一阵噼里啪啦，丹尼尔鼻青脸肿地趴在地上，而李牧则一只脚踩着他的背。Fuck you！ 李牧脚下用力，直接踩在丹尼尔的脸上，丹尼尔顿时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直播间众人又惊又喜，弹幕疯狂刷屏，各种礼物特效也满天飞。老东西，快放开我男朋友，他可是歪果人，你凭什么打他？你这样，你让外面的人怎么看我们？吴梦梦疯狂跑过来推搡李牧，李牧随手便将其扒拉开。没想到吴梦梦居然还不死心，赶紧放开我男朋友，并且跪下道歉，听到没？赶紧道歉，不然我男朋友真的要生气了，到时候后果很严重。李牧眉头一皱，耐心耗尽。滚！他吃饭不给钱，还嚣张跋扈的打人，拿这里当什么地方？你不劝他，居然还在这里放屁！像你这种贱骨头，就不配做龙国人。直播间里果然什么时候都不会缺少人才，一连串的弹幕纷纷飘过，同时也给李牧带来不少情绪值。这时，沙县的女老板赶过来：“老大爷，谢谢您，真的太谢谢了。我看到那女的偷偷报警了，您毕竟打了歪果人，警察来了，您肯定会有麻烦的，还是赶紧走吧。我回头就把店里监控删了，旁边这些店铺老板也都是熟人，我跟他们说一声，不会给你带来麻烦的。”没事，让他报警，我倒要看看警察要怎么处理。那好吧。这时，吴梦梦已经打完了报警电话，眼神怨毒地盯着李牧。你等着吧，老不死的！我已经报警了，你敢打外面的友人，你等着做老板傻逼！来，你过来。哼，现在知道怕了，知道后悔了。我告诉你，现在就算你跪下，2巴掌直接把吴梦梦抽翻在地，直翻白眼，捂着脸发出杀猪般的惨叫。逼逼起来，没完了！李牧不再搭理吴梦梦，低头看向被他踩在脚下的丹尼尔。狗日的，想清楚了没？要不要付钱道歉？哼，法克有。很好，不愧是野蛮人，就是皮糙肉厚。李牧脚下发力，鞋底板在丹尼尔的脸上用力的摩擦，在这黢黑的脸上摩擦。周围人看到这一幕，却并未觉得李牧过分，反而觉得大快人心。这时，警笛的声音由远到近，警察到。唐建军刚下警车，就看到围了一大圈人。来，大家稍微让一下子，我们是警察，是谁报的警？刚走进人群，唐建军便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屹立在那边，而他的脚底下居然是个人形黑炭。不对，会动，是个人。警察同志，是我报的警。吴梦梦可算是找到撑腰的了，举着手顶着红肿的猪头就走了过来。我跟我男朋友在沙县吃完饭出来，结果那个老头就他莫名其妙追出来就骂我男朋友，我跟他理论，结果他就打我，我男朋友帮我出气，也被他打了。我男朋友可是外面的人，漂洋过海来到我们这里，那就是客人，是最尊贵的客人，结果却被那个疯老头打了。这事儿传出去，让外面的人怎么看我们啊？哼！你们还不赶紧把那个疯老头抓起来，关起来！这种有病的人就不该放出来。吴梦梦话音刚落，都不用李牧说什么，围观群众便纷纷开口：不是你比忽必烈还多一列，你特马忽必烈烈啊！没错，我们都可以作证，那老莫简直太嚣张了，好像天老大地老二，他就是那个牛逼哄哄吊炸天的老三一样。就他的言行，别说老大爷了，就是我都想揍他一顿。我刚才看得很清楚，是老莫先动手的。大爷本来只是跟他理论，结果他就动手，差点把大爷推倒，大爷这才正当防卫。警察同志，你们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就是沙县老板，就是那个老莫，吃了饭不给钱还推我。老大也是见义勇为做好事，该抓的是那个老莫才对。
好了好了，大家都先冷静，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大爷，要不先让他起来说话。Back you。丹尼尔刚一脱困，顿时攥紧拳头就冲着李牧脑袋打去。李牧目光一寒，找死！撩阴腿！丹尼尔整个人瞬间栽倒在地，蜷缩成一团，双目圆睁，眼球突出，额头青筋暴起，豆大的汗水滚滚而出，疼得直抽抽。现场不少男人看到这一幕，下意识并拢了双腿。谁说男人共情力差的？啊，亲爱的，吴梦梦跟丹尼尔在一起，一方面是出于虚荣心，而另一方面便是因为丹尼尔很厉害，每每让他颤抖不已。可如果那个坏了，岂不是完了？你们都是死人吗？他都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打人了，你们还不赶紧抓人等什么？你要不要先了解一下正当防卫是什么意思？刚才可是他先动手的。哼，你放屁！什么正当防卫？我男朋友可是外面的人，警察你们赶紧抓人啊！吴梦梦一个劲儿的吼着，唐建军却面沉如水，眉头紧皱，眼神冰冷的看着吴梦梦。这个年轻姑娘好像是有什么大病，张嘴闭嘴就是外面的人，咋了？外面的人是你爹还是你呀？年纪轻轻的，怎么膝盖就这么热？此刻，直播间里无数观众看到这一幕，也纷纷不吐不快。刚才是你男朋友先动手攻击李大爷，李大爷是为了保护自己才反击，这确实是正当防卫。我男朋友可是外面的人，那能一样吗？他竟然打外面的人，这凭什么能算正当防卫？哼，不管他是哪里人，只要在这片土地上，就适用这里的法律，不能因为他是外面的人，就可以在这里胡作非为。凭什么？他可是外面的人，大老远过来，我们作为礼仪之邦，难道不应该给一些照顾吗？如果他回去说我们的坏话，以后谁还敢来？影响了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影响了我们的名声，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谁可以例外。再者说，就像这种对我们没有半点贡献，反而还吃霸王餐、动手伤人、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的垃圾，趁早别来！我泱泱大国，礼仪之邦，只欢迎朋友，不欢迎败类。唐建军的话顿时赢得了全场喝彩。好，说得好，警察叔叔说的太好了。没错，败类滚出去！我们这里可不是什么垃圾玩意儿都可以来的。吴梦梦被对的脸色青一阵红一阵，难看的仿佛在她男朋友腋下狠狠缩过一样。丹尼尔蜷缩着身子躺在地上，疼的都快成老白了，满脑门的汗，痛苦的哼哼着，连救护车都没人叫，爱死不死，爱碎不碎。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我是外国人，我在你们这里被打了，我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我要求你们立刻抓捕那个暴徒，保护我的安全。哼，你吃饭不给钱还有理了？人家李大爷那是见义勇为，而且说起来也是你先动的手。你说你这么大块头，连个老人家都打不过，你还有什么脸在这里叫？再叫，给你送回去。丹尼尔浑身一哆嗦，眼神立马就清澈了。自从来到这个美丽的东方国度，他不用每天提心吊胆，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就以为爆发了枪战，吓得到处钻。而且还有热情的东方美女主动倒贴，给他花钱，给他喂草。哦，上帝呀，这里简直就是天堂！我可不要离开这里，再回到那个随时可能被清空弹匣的地方。No， 千万不要把我送回去，求你了。少废话，先把饭钱付清。OK。丹尼尔这下不牛逼了，连忙一瘸一拐地走进店里，付了饭钱。刚走出来，便见到李牧冷冷地盯着他。道歉。发财，恭喜你发财。对不起，我不该吃饭不给钱，不该推你，我向你道歉，对不起。以后做个人。现在我可以走了吧？然而事情可没这么简单，他是不追究李牧了，但不代表别人就不追究他。抱歉，你吃霸王餐，扰乱餐馆正常经营，还殴打他人，涉嫌寻衅滋事。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决定对你进行拘留10日以及罚款1000元的处罚。哦，谢特。哼，我男朋友钱也付了，道歉也道了，怎么还要罚他？付钱是应该的，道歉也是应该的，但这并不能作为免去处罚的条件。如果光道歉就有用，那还要法律干什么？以后谁犯了法，说句对不起就没事了。那他呢？他也打人了，你看他把我男朋友打的，而且他还打我。你们要抓就把他也抓起来啊！凭什么只抓我男朋友不抓他？这位李大爷今年80高龄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他可以免除治安拘留。难道他打人就能白打吗？唐建军没有回答。因为李牧打了人，确实可以白打。80高龄，魔抗拉满，无法选中。一旁的李牧悠哉地坐在沙县女老板搬出来的凳子上，这时候才想起来，貌似之前一波抽奖还抽到别的好东西来。李牧心念一动，竟然发现还有个特殊技能，
移花接木可以将自身所患某种疾病的症状和病理反应转移给特定目标，持续10天，需消耗自身1天寿命。啊，这是什么坑人神技？虽然只能短暂转移，可也绝对称得上牛逼 plus。毕竟俺这一身的病，随便一个拿出来都够折磨人的。李牧的脑海中突然闪过合适的人选。江州第2看守所某间室内，10几个穿着印有江州2看字样的深蓝色监服的男子，全都盘腿排列整齐地坐在大通铺上，看着前方悬挂在墙上的电视。这是看守所固定项目之一，静坐学习。人贩子曹彬彬就在其中，他的案子已经查清，罪名板上钉钉，现在无非就是等着开庭宣判而已。妈的，本来是天衣无缝的拐卖计划，就连买家都提前联系好了，定金都收了，结果这该死的老东西坏老子好事，我真是操了。经常犯法的朋友们都清楚，在犯法之前肯定是了解过相关法律的。曹彬彬一想到未来10年都要在铁窗内度，曹彬彬就对李牧恨得牙痒痒。老不死的，你以为你能当英雄？哈哈哈！敢多管闲事，能让你活到下个月，都踏马算喜丧。曹彬彬双眼里仇恨的火焰在跳动，虽然他被抓了，但还有同伙在外面，报复是必然的，这也算是行业规矩。就在这时，旁边一个大胖子斜眼瞥了他一眼，正是所谓的牢头。别他妈逼逼，安静点！曹彬彬此刻正心里不爽，听到牢头又说他，顿时就不乐意了。你踏马算踏马哪根葱？跟踏马我踏马的。你踏马别给脸不要脸！操，我就给脸不要脸怎么了？你踏马算是个什么东西？牢头脸色顿时一沉，怒气上涌，见好几个人回头看过来，牢头很清楚，这种情况下，要是不给曹彬彬收拾板正了，他的威望肯定会受到严重影响。干！牢头一把将曹彬彬推得撞在墙上，我操了！曹彬彬顿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就要还手，可拳头都举起来了，整个人却突然一颤，一口血喷出，其他人顿时吓得惊慌失措，牢头都愣住了。孤儿，我就轻轻推了一下，就吐血了，这逼养的，不会是因为碰瓷儿进来的吧？喂，别他妈讹人啊！我告诉你，我就轻轻碰了你一下。曹彬彬却根本顾不上搭理，他这会儿感觉整个人都难受的要死，胸闷、气短，呼吸都有点困难，肚子也疼，钻心的疼，乏力、恶心，感觉快死了一样。管教，管教！快来看看这人怎么了？依我看，肯定受内伤了。虎哥那一掌至少20年功力，他扛不住也正常。给整这埋汰，晚上怎么睡觉？与此同时，女性监区某监室内，人贩子段海娟同样在静坐学习，却突然猛烈的咳嗽起来，脸憋得通红，猛地一低头，往地上咳了一坨痰。牢头看见便训斥了一句，结果段海娟就咳血了，脸色也变得非常难看，好像要死了一样。卧槽，我只是让你别随地吐痰，你就咳血。根据我看电视30年的经验来看，但凡咳血，必是绝症。别逼逼了，赶紧喊管教。管教。经过一番混乱，等管教进来的时候，就看到段海娟蹲在墙角疯狂呕吐，一副不把5脏6腑都吐出来不罢休的架势。快送医务室！曹彬彬和段海娟就好像约好了一样，同时犯病，而且来势汹涌。很快，这俩人就被紧急送医，接受一系列的检查和治疗。另一边，李牧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没错，曹彬彬和段海娟突发状况，正是李牧的手笔。李牧不惜消耗2天寿命，施展移花接木技能，将直肠癌晚期的病理反应和症状移植到了曹彬彬和段海娟身上，而且还能通过上帝视角查看对方的情况。这些个逼样的人贩子，一个个畜生不如，再狠毒的手段用到他们身上也不为过。直肠炎晚期落在纸上轻飘飘，没什么感觉，可落在身上，那绝对生不如死，癌细胞跟你闹着玩呢。就在李牧静静欣赏2个畜生不如的人贩子在癌细胞的关爱下难受的不知天地为何物时，另一边丹尼尔已经被塞进了警车里，根本不敢反抗，生怕被遣返回国，从此跟皇帝般的日子永远说再见。眼睁睁看着男朋友要被警察带走，吴梦梦当场就炸了。你们不能抓我男朋友，他可是尊贵的鹰将人，你们这么做让人家外面的人怎么看我们？如果鹰将生气了，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闻言，唐建军眉头一皱，鹰将又如何？懂不懂打击范围，覆盖全球的含金量？另外，是谁告诉你丹尼尔是鹰将人的？哼，他当然是鹰将人，还说会带我回鹰将去呼吸自由的空气。我看你也是蠢得可怜。刚才我们查过他的信息，他可不是什么鹰将人，而是来自非洲。非洲？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明明跟我说他是鹰将人，还说会带我回鹰将见他爸妈，怎么可能？怎么会是非洲？吴梦梦嘟囔着，显然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不管你接不接受，事实如此。吴梦梦内心无比失落，也异常愤怒。然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